大家可能要穿越一下地图，然后要走巷子。那这样走巷子所衍生出来的安全问题，就是因为这里的建筑物大家都可以看到是大部分都是空心砖做的，那所以在走小巷子的时候，请随时注意一下周边建筑物的状态。领着搜救犬，推着侦测仪器，一群人整队出发，穿梭在房屋倾颓的小巷间。这是台湾搜救队每天的任务和时间赛跑，要从死神手中救出被压在瓦砾堆中的受难者。另外一只手在上面黑掉了。对，它是其实左的被压到，在这里，脚在这里，脚趾头，它有点是折起来的。透过生命探测仪，在几乎堆叠在一起的倒塌墙缝中，找到了微弱的生命迹象。不过受难者无法动弹，担心2度伤害，救难队当机立断，找来医护人员，直接在狭小的空隙中进行截肢手术。You feel your leg? It hurt? It hurt? 没感觉。天灵盖叠起来的话，所预留的空间很小。不像我们钢梁跟那个大一点的话，它比较有一个薄密的空间的存在，所以它们都形成很紧密，所造成的空间很小，所以在搜救上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开口来进入，但这个开口你又不能建得太大，局限空间会变得很小。来1、2、3。时间拉回2月6日凌晨4点多，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天摇地动，多座城市监视器拍到剧烈晃动后大楼倒塌的瞬间。整排大楼粉碎瓦解，扬起漫天尘土。监视器里看见的是宛如世界末日的场景。大街上没有人群，因为都在室内。短短几十秒的时间，要从睡梦中惊醒，再逃出户外，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是一个8层楼的建筑物，然后1到3楼是直接塌陷，然后3到8楼是往马路的这个方向倒所以1、2、3层全部都是压在最底下所以看是不是如果可以的话，就直接先找表层的。土叙地震6号发生后，台湾搜救队立刻成军，分成2梯次，在7号及8号抵达土耳其。成员包括消防署、台北市、台中市以及屏东县消防局的特搜小组和医护人员，一共130人以及5只搜救犬。OK。好，这样走啊！眼睛挡一下眼睛，哦。保暖。顶着零下的气温，台湾搜救队先用仪器找到生还者，再透过破坏器具将挤压变形的楼板打出空间。台湾搜救队和土耳其搜救队花了将近19个小时，才合力将受困的女子顺利救出。人活着被救出，现场响起掌声，为救难队员打气。一旁焦急等待的老父亲，在女儿被抬出之后，更直接向前抱住搜救队员。台湾搜救队急着救人，第一时间赶着出发，就是为了报答土耳其在台湾921地震发生时，是全球第一个派出搜救队的国家。不过，只想着救人，却忘了自己进入的环境正处在恶劣的天气中，夜间几乎都是摄氏0下的气温。台湾搜救队的晚上还是有人在进行执勤而且它现在的这个气温是非常寒冷的，是0下5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些执勤的搜救队队员呢，他们是用烤火的方式来取暖
搜救队员的小帐篷薄到无法御寒，很多人晚上冷到睡不着，紧急向外求援。慈济透过管道送上130条毛毯，协助台湾搜救队解决御寒问题。这第一梯的人次呢，因为在抢时效，所以御寒的衣物带的比较少。那第二梯次虽然有补足，但是在过程中，因为我们他们土耳其的国内航班比较乱，那装备器材呢有在调度上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抵达。不过，组成台湾队的特搜小组成员都是经过特别训练，在艰困环境中必须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天候极端的，比较算极端天候，对我们的消防同仁是前所未见，也没有遇见过。当然，救灾没有说每一次都是同一个形态、同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只能透过以战养战的过程来培养大家去实战经验。1 meal, 2 meal, once, twice. 搜救队不只要救被埋在瓦砾堆下的灾民，路边的民众昏倒也得随时应变，全方位的救援让台湾搜救队在土耳其灾区几乎每小时都有灾民求援。这种比较风险性比较高的一些勤务员上，一定都是要有所谓的个人意愿。那当然，我们考量也就是因为基层同仁他们参与对一件事情的热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热忱跟热心是最重要的。尽管带着救人的热心进到灾区，但迟迟见不到亲人被救出的灾民，逐渐失去耐心。搜救队员还得面对存活家属的情绪，少数人甚至会对搜救队员投掷10块不保特瓶。在某一些区域，因为这个长时间的累积之下，灾民可能也有一些不满的情绪了，所以我们在安全的一个考量，我们大概就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去做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救援。根据我们私下掌握到的消息，土耳其政府在震灾发生后第3天就已经派驻大型机具进到各灾区待命。对各国的搜救队而言，得承受庞大压力，因为土国政府想要快速清理灾区，但一旦大型机具进场，搜救队的人力就难以发挥作用。大型机具的一个开挖动作，它是会整个影响到建筑物的一个稳定性，所以人员在安全上的顾及，我们也相当的注重。大型机具进驻开挖，再加上灾区部分民众情绪失控，在安全考量上，台湾搜救队定出撤退时间，但主导救灾的土耳其政府迟迟不对台湾队撤离做出回应。搜救队员私下表示，担心无法顺利撤退，一边救人，还得一边和土耳其官方沟通，承受庞大压力。各位知道，我们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非常的拥挤，还有灾区的目前的一个形势，也非常的恶劣。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都配合土耳其当局这边。是24小时之内离开。这个我没有办法很确定的跟你这样告知。直到撤退当天早上，土耳其政府还不放人，就怕国际搜救队纷纷撤退，灾民没了希望，场面失控。一方面也要各国救灾仪器现场待命，在必要时派上用场。原则上大概会用就是一次一客车一货车的一个模式来协助我们进行后续人员跟装备运送至机场的这一个部分。时间内还不定，对不对？对，因为派遣过来至少是今天，至少是今天。有可能连夜走吗？不排除。就算连夜赶路也要走，因为搜救队面对的不只是救灾，还有土耳其官方的盘算以及可能发生的灾民失控场面。协调到最后一刻才正式启动撤离，但说好的一客车一货车，最后派来的却是2辆机场巴士。
载人没问题，但是大批的器材与物资就得分好几趟。We are Taiwan Special Search and Rescue Team from Taiwan. Taiwan 国家搜救队，登山！下灾区，敬礼！礼兵！小心！好，后续撤离的动作。足足6天的救援任务，台湾搜救队在土耳其拼尽全力，也跃上全球媒体版面。国际有难，台湾 can help， 不只是口号，而是正在实践的行动。台湾